于总裁无意间发现一张中药配方竟然跟自己祖传的一模一样，可这个配方只有他跟死去的女儿知道。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并没有死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眼前写药方的女孩。可女孩早就认出她是母亲，却不想跟她相认，只因女孩恨她抛夫弃女，跟有钱人跑了。原来就在18年前，总裁还是个普通村妇，而她丈夫因为救人不幸溺水死亡，只留下她跟女儿相依为命。可不料大哥却趁弟弟死了欺负他们母女，不仅要霸占他们的房子和土地，还当着弟弟的遗像欺负女人。就在大哥想霸王硬上弓时，女人直接一脚废掉他的小兄弟，然后拉着女儿拔腿就跑。可大哥一直紧追不舍，幸好路上遇到了村长，于是他赶紧下跪求救，并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没想到大哥却反咬一口，污蔑是女人耐不住寂寞勾引自己聊天。我不答应，他就反咬我一口。各位乡亲，你们看看我手上的伤，我如果是自愿的，我会跟他拼命了。村长，这徐大夫前几天就在外面放话了，说一定要得到石硕眼留下的一切。村长，这王八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。破坏气的东西，给我把徐大夫送警察局去。大哥见状连忙下跪认错，表示自己被抓家里就断后，并且还会留下案底影响侄女的前程。可女人才不会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，直接让村民把大哥送进去包吃包住。随后女人提着二锅头去感谢村长的救命之恩，没想到却撞见村长跟媳妇正在商量如何让他女儿嫁给他们的傻儿子。女人没想到村长这么阴险，本想悄悄地离开，不料路过的村民突然问他在这干啥，而村长立马就意识到阴谋被发现了，于是先下手为强，诬陷女人偷自己东西，然后号令村民把母女俩抓住。结果争吵时不小心把女孩推到了河中，可他们却毫不关心，还阻止女人去施救。救什么救？不值钱钱货，去死！就在女人悲痛欲绝之时，一辆豪车突然疾驰而来，紧接着下来一位富豪呵斥村民住手。原来他就是女人丈夫用命所救之人，如今是特地回来报答救命之恩的，于是让保镖赶紧去河里搜救女孩，接着把晕死的女人带去医院治疗。几天后，首富告诉女人没有找到他女儿，不过已经把村长等人送进了警局。而女人听后顿时面如死灰，等到病房没人时便来到厕所割腕自杀，打算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共赴黄泉。好在首富及时发现，将她救了回来，并告诉她肚中已经有了孩子，不应该寻短见。这是恩人的义父子，也是你的亲骨肉啊，你不能这样放弃自己啊。我并没有放弃寻找小恩，只要一天没找到，我们就一直找下去。你一定要坚强起来。几天后，女人回到家中，拿走丈夫的遗像，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可殊不知女儿并没有死，被一位大婶所救。此时正在回家路上，没想到正好跟女人的车擦肩而过。随后大婶来到村口，向村民打听月亮的家，不料却得知她母亲已经跟有钱人跑了。这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这钱就靠在那个老头身上，两人缺得很呐。是真的，就跟那老头那辆豪车走了，刚刚离开的那辆车。锁大门的时候，那老太搂了他的腰，怎么没人看呢？听说徐英雄还有个6岁大的女儿，他老婆也一起带走了。你走个屁呀！那狠心的女人把孩子扔到河里，没了掏油瓶，就高高兴兴的跟那个老头幸福去了。看见了没？就在那个车里。月亮听后赶紧去追豪车，而车上的女人似乎听见了女儿的呼喊，于是让司机停车。可下车后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没听到声音。月亮出现幻听，你看没有？身后。原来月亮摔倒在拐角处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跟有钱人跑了，还以为母亲不要自己了。从此月亮便跟随大婶一起生活，而女人因为太过思念女儿，患上了抑郁症，首富便送她去了国外治疗。转眼过去18年，月亮已经长大成人。由于小时候母亲经常教她学习中药，便一直在一家中药馆工作。不料老板突然跑来告诉她大婶被车撞了，于是她赶紧前去医院。而此时大婶的孙子小海在医院跟肇事者林小姐起了冲突。